要你愿意挑，你愿意融入进去，都有活动。我现在就是挑了个油画，我们的油画老师非常棒，是一个一级画师，是一个从事50多年油画的一个老专家、老教授，他来给我们这些零基础的人来教油画。你教了以后，你等会儿可以看看走廊里面，好多都是我们这些油画班的，有20-30个人、30-40个人来，看到自己的作品，有满满的获得感。所以每个星期一次，但是一次是只有半天呢，2个小时呢，我们还要自己加很多时间来画。我老伴，他以前因为膝盖不是最好，因此他呢就在家里平时配药都拿不出去的。这配一次，这是一次，比如说一定要自己去化验什么东西的，那他都非得下楼。平时他就基本上就一个星期下楼一次吧。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很忙，他又要参加摇滚队，又要参加非洲鼓，又要参加编制，晚上还有做那个操佳木斯，他现在又要去早上做那健身操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你去看看那些很多老人，你和他说你现在怎么样啊？我现在忙啊！你像中秋那一次台上活动，这一台活动是活动部给组织的，10几个节目，有唱歌，有跳舞，有各种乐器，有朗诵，等等等等。你每天这么忙，你家里面还要搞个备忘录嘞？所以他每周都有一个活动时间，他都要打出来的。这一周的时间活动是什么呀？发到你们手机里面。发在手机里面，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群。我油画有油画群，国画有国画群，书法有书法群。你这个群里现在有桥牌有桥牌群，他都会什么时候活动在哪里，他都有。所以现在这里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，确实是我在刚刚住进来之前是没有想到的。因此，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养老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第二，我可以谈谈他们这里的服务。我觉得他们这里服务非常到位。他这里有一句话吧，这句话是非常灵验的：有事找管家。所以我们这里有专属管家，就是他只管我们这一栋楼的，有整个一个管家群，还有整个大的。你像这里前台的，你比如我这里刚刚我过来要一个观光车，我要观光车，我就打个电话，前台他就问说你有什么事？我是前台，我就说我7号的3单元，我需要个观光车，然后他就车子就停在我下面了，我就到大堂坐过来。因此他有各式各样的服务的人，所以我就说现在我也体会到这一点。我这付了5000多块的服务费，得到了什么？这个东西是物有所值。我这里的服务那真是不用你操任何心。你比如住家，我原来住在家里面，什么东西坏了，那是正常的吧？他这里你有什么东西，一个电话，哎呦，管家，他就说什么事情，我什么东西坏了，立马10分钟、20分钟，绝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。要超过半个小时，他肯定打招呼来和你说了24小时，对。那么这里的医疗怎么样呢？医疗呢，现在我们这里是这样的，它整个这里有一个，就是说从领导层讲，它有一个概念叫去医化，可能一般还不大好理解。你没有医院，没有医疗怎么办？它这个去医化呢，实际上就是说我这里是管你什么呢？管你前期的那些检查啊，这些东西我管你。回来以后的康复啊，那些照料啊，这些东西我管你。中间这一段交给正规的医院去做。他说我如果这里造个医院，我造医院造几级呢？造完3家医院，一共几百个人，少则3家医院啊。我造一家医院，里面招来的医生是3家毛，你也不放心哎。所以你有问题，你还是总是要去找医院。所以这里有医务室，你可以有，其他的它都有定点医院，它可以快速和他联系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实际的。就和定点医院有个绿色通道，有绿色通道。
绝大部分都是要依托某一个医院的。我觉得我们这里现在就是处在这种状态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适应我们的。当然了，这里面还有一些需要提高的，就是这个绿色通道，这个通道怎么样更快、更畅通、更保险，这个当然还有问题，对吧？还有进一步的工作要。这个老人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。对。但是你要说一定要哪家养老院一定要有自己的医院，不现实。王老师，你要医院，你要么你开在华山医院旁边，你开在中山医院旁边，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？那么我这里再说一个服务的，我曾经在去年的11月份，我自己碰到的半夜里面，我和我老伴因为这个睡觉的习惯不一样，就是跟人一个卧室的，我到我老伴的房间里，我说我不行，好像人很难受。我说你赶快穿衣服，冬天嘛，你赶快穿衣服。打电话到前台，因为那时已经是11点多钟，快进12点了，前台很紧张。他说你是身体不舒服，你是要医生到你这里，还是你到医务室？我说我到医务室，你只要叫车过来。他说好，那你马上下去。我和老伴下去，车子已经等在那里的。车子马上就把我拉到医务室，医务室门口3个人站着的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护士，一个是管家。看见我马上就扶进去，躺在床上。医务室所有的东西，量血压的，这个心电图的，这些等等吧，这些反正都有。一量血压，我的血压高，马上给我这个快速的降压药下去，然后根据我心电图，然后再过了20分钟再量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的。如果判断说你不是一般的问题，那时候他就要往外送。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上海的家里面，所以我老伴就后怕了。我说这个事情假如是在家里的话，儿子女儿都不在身边，你打个120，还没有人把我从5楼搬到1楼嘞。120还不是说是马上就能来嘞。所以我和我老伴现在住在这里，安心啊，很安心啊，也不想到住回去。难得住回去1天的话，我老伴就说：“哟，你这1天住回去，我底薪掉点，基本不够。”所以我只有1年这个15个月，我只有回去住了1天。后来我说我不回去住了，我就当天这么来回。那么这里呢，反正每个星期有2天的到上海的班车，另外还有反正每天都有车出去吧。所以我就觉得从住进来以后，一个活动一个服务，这2个都还是蛮好的。陈老师就阿拉聊到好吧，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吧？好，好吧。OK。耽误侬辰光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谢谢。希望有更多的老人能够都过这种享老的生活，不要单单是等死的养老，要过享老的生活，要把自己最后那几年安排的丰富多彩，更加有意思，生活得更愉快，让子女更放心。总结性的发言。